乌克兰米格29飞行员对俄乌空战的描述，俄罗斯空天军真实的作战能力到底如何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近日，美国战区专栏采访了一名乌克兰飞行员，由此我们可以窥探俄罗斯空天军作战的有效方式。基于俄罗斯空天军的强势，乌克兰飞行员声称，乌空军的主要任务是压制敌方的地面防空系统，而不是夺取制空权。这也意味着乌克兰军队的防空作战仍然是以地制空为主。战斗机的任务主要是执行零散的空中拦截和对地打击支援任务。乌空军的作战飞机目前的主要使命是猎杀俄罗斯军队的地面雷达。自乌军的米格29和苏27配备了美国提供的 AGM-88 高速反辐射导弹以来，执行了一些有效的作战任务。乌空军也因此而变得更有能力。但是，乌克兰空军缺少3项关键的武器和设备：精确制导的空对地弹药、主动雷达制导的空对空导弹和战斗机的先进雷达。在赫尔松地区周围的战斗中，乌克兰军队认识到精确制导的空对地导弹非常重要，而美国呢，正在计划向乌克兰提供联合攻击弹药，但这需要对作战飞机进行改装。乌克兰飞行员承认，俄罗斯空天军实际作战时非常聪明，在 A50U 预警机和伊尔 22PP 近鹰电子战飞机的支持下，俄罗斯人仍然使用战斗机进行全天候的战斗空中巡逻。伊尔 22PP 电子战飞机增加了防区外的电磁干扰，这对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来说非常危险，因为苏35上不仅可以携带空导弹，还可以携带哈 31P 等型反辐射导弹。这位飞行员指出，幸运的是，俄罗斯空天军的运作并没有乌克兰空军预测的那么有效。第一种让乌军飞行员感到头疼的武器是 R-37M 远距空导弹。这种空导弹的最大射程达200公里，可以由苏 35S 和米格31战斗机携带。用乌克兰飞行员的话说，很危险。即使从俄罗斯领空内发射这种空导弹，也能威胁到乌克兰的作战飞机。乌克兰空军后来也找到了对付 R-37M 的办法，但是承认这种导弹导致乌军战斗机非常艰难，风险非常大。如果飞行员不知道俄罗斯的空导弹已经发射，基本上那就死定了。那么乌军是怎么对付俄军的 R-37M 导弹的呢？估计要提前探测到导弹来袭，然后采取超低空飞行的模式躲避攻击。乌军认为，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人员所驾驶和操作的苏24战斗轰炸机和苏25强击机也很有威胁，因为这些飞行员没有交战规则。俄罗斯最近开始大量翻新老旧的苏24，这表明新一代战斗机的供应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。从乌克兰飞行员的访谈中，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么几点：第一，超远射程的空导弹是决定未来空战胜负的关键性武器之一。俄罗斯的 R-37M 远距空导弹已成为了乌空军飞行员的噩梦。第二，俄罗斯的中大型电战飞机仍然让乌军非常忌惮，但实际上发挥的作用有限。可以说，俄空天军的电子战能力并不强大。第三，乌克兰军队坚持以地制空的道路，也就是用防空导弹来获得局部制空权。其战斗机主要用于防空拦截和执行对地偷袭任务。第四，空对地反辐射导弹极大地压制了俄罗斯防空系统的能力，证明发展红外制导的防空导弹系统将变得非常重要。第五，俄罗斯的 A50U 预警机性能有限，并不能很好地对乌克兰空军的活动进行预警。乌军战斗机在赫尔松反攻时曾经积极参与过空对地的支援任务。第六，下一阶段，美国将向乌克兰空军提供联合攻击弹药，以提升其精确对地打击能力。乌克兰甚至有可能获得美国和欧洲援助的由西方国家研制的战斗机，这或许将会改变俄乌冲突空中战场的局势。总体而言，乌克兰空军虽然遭到了俄罗斯战机的强力压制，但仍旧能够在以地制空的环境下发挥自己的作用，并且将在未来的反攻行动中承担对地打击任务。而俄罗斯空天军距离全面扼杀乌克兰空军
还有较大的距离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